Hello，我是莹莹。然后今天这一集的话比较特别，不是去外面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景点。今天这一集纯粹就是开箱升级我的装备。我原本就是在用手机去录影嘛，那最近发现它好像有点不堪负荷。第一个是记忆体啊，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可能因为耗电耗太快，所以我就一直充电，然后变成它的电池好像有点膨起来，然后变成我的手机壳就是有一点边边有点裂开，然后外加上一次去那个尼加瀑布嘛，遇到那个水啊，录影起来效果完全就是一片模糊。如果大家有看我的上2集的影片的话，就会发现怎么这么的模糊，所以我决定就是买一台运动相机，就是为了之后就不论是有遇到水，或者是那种晴天广角，或者在走动的情况下，我希望呢就是能给大家有观影效果吧更好，是这样讲吗？观影效果，反正就是那个看起来的那个舒适度、画质那些会更好。所以这一次呢，我就上网搜寻，就是有哪些运动相机。最后看下来之后，我选择了这一台大疆的 Action 4。我不光买了它这台主机，然后我也买了它的一些相应的配件，就例如说这个就是可以背在背包上面的，因为我很常背后背包出门，我想说我就可以卡在这里，然后一路这样录影。对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手腕的腕带，就像这样子可以挂在手上。我这次没有买那个杆子，因为我觉得杆子要一直拿着，如果你一直在走的话，就会很麻烦，就不知道该放哪里或什么之类。有时候你要拿东西也比较不好拿，所以我就没有买杆子。然后外加我这次买这个记忆体256的记忆体。应该够用吧，256，我觉得应该是够了。对，另外它这次好像有活动，所以他就送了一个水壶，然后我先开水壶给大家看，开箱。哦，黑白色系是我最喜欢的颜色，而且还是渐层的换的。然后它是说的运动水壶有650ml，大家看到吗？然后外加它这边啊可以锁的，就是怕那个漏出来，有没有水？你那时候一旦盖这个水会漏出来嘛，然后它这个是可以锁起来，你就这样打开它，然后它开始。而且里面还有那个我看一下，它里面还有那个，这应该是泡茶用的，就里面还有一层哦，对，里面还有一层，就是你茶叶、茶包什么之类可以放在上面，然后泡茶或泡什么之类用的。我觉得它品质还蛮好的耶，不错。但我就多了一个水瓶。那接下来的话，我是想要从它的周边开始开箱，所以先从那个手腕的腕带开始。我想说要暴力开始，座它的基座，然后是可以旋转的360这种快态式的，看腕带，哦，它有分2个，一个就是这一种纯粹，我看一下哦，这个该怎么用嘞？哦，从侧边穿，傻的，很难操控嘞。哦，一种是戴在这种腕上的，然后另外一个话就是戴在手掌上，这个就戴在手掌上，看起来很像是这样，这边口，它的口好像不太一样，2个的这边对2个，然后另外这边对2个，然后这，然后另外这边粗的穿粗的这里，哦，这样子戴着，然后把它拉紧。这个遥控器脚踏车，这人在用的。那接下来就是开箱这个背带支架。这个的话就是适合那种双肩背包在用的。就如果说你会很常去健行啊、徒步旅行的话，我在想这个应该会比较适合你，因为它就是这样。然后这里还有一根锁的支架，从侧边。如果你把那个相机装上去之后，再把这个锁上去。然后它后面的话是用魔鬼毡，这样。就如果你有背带的话，就把它粘在这里。然后就可一路一直走，噔，锁起来就长这样。记忆卡，这应该就没什么好开箱吧？它就长这样，对吧？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头戏，噔。其实我在看官网的时候啊，我在想说，他说里面有很多配件，我以为它会更大一点，就没想到真的超小的，真的超小，跟我的手一样。他说有附电池啊、保护框、充电线，然后还有快拆座跟它的粘贴曲面的那个底座，还有那个锁紧感件。你看后面这里，还有附这些东西。但是它盒子超小的，然后我收到的时候我还一度怀疑，它怎么装得进去？那个机器有多小？我们现在马上拆来看看。我看到很多人影片都有比较它跟 GoPro 12的画质，或者是各种性能什么之类的。我那时候之所以选它，是因为我看到人家那个比较画质啊，它的颜色稍微鲜艳一点，然后它的裸机就可以办到18米的防水深度，因为基本上我不会去潜水，所以
就是想说，那18米已经很够了，外加它的，我看人家那个性能测试啊，那种暴力测试有没有耐高温、耐低温测试，哇，感觉很厉害，所以后来就决定买这一台。我接下来的之后的影片都会用这台去拍，然后我不会特别去拍那个就是画质比较什么之类的，因为我只有这一台，我没有另外其他台的那个运动相机可以对比。我看到其他真的很多人拍那个就是画质对比啊，然后还有就是运动的那个防抖对比啊等等之类的。开箱啊！哇塞，第一次买运动相机。哦，这样整组买下来，我是直接去那个大疆的官网，然后直接去网购买下来的话，大概算下来台币大概12000、13000左右。然后它直接出货到加拿大这里，这应该是它的配件的东西。对，这里面都应该都是配件。然后它的机器，好小台哦！有看到吗？好，先拆模，忘了拆模。哇塞！突然觉得现在的科技真的很发达哎，真的超小，真的比我想象中的来的更小。我以为它会再稍微再大一点。但它现在只有我一个掌心哦，掌心还不到。最兴奋的时候就是开箱。不知道，其实比起买衣服啊、买裤子什么、买鞋子，我更喜欢买3C产品。我有很多喇叭，不论是有线喇叭、蓝牙喇叭，然后还有那种可以接，因为我在弹电吉他嘛，然后那种专门接那个电吉他的喇叭我也有，然后还有耳机，我有全罩式啊，然后蓝牙那种入耳式的啊，然后还有那种有线的，一般那种我都有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超爱，就很喜欢买3C产品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哇塞！然后它前面本身就附了一个保护盖，就不用额外再买那个保护盖。它的机器，展示给大家看。然后它前后都有萤幕，我看人家说它前后萤幕是都可以触碰的。哦，左边这边打开是那个充电口，这边左边打开都是充电口。然后右边开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放电池的。右边开，这边开的，放电池的。开它配件。我接下来会离开多伦多，去到其他的加拿大城市，所以之后应该会就是一路的旅拍。说明书必备，一定会有的。说明书哦，还有他们大疆的贴纸，快速入门指南，然后它的线。现在都没有卖那个，现在都已经不会有插头，因为大家也知道手机都不会有那个豆腐头，所以它的那个运动相机也没有那个豆腐头，就只有线一样。这个是锁那个用的，然后它的保护壳，我看还有卖那个保护的那个贴纸，它还有那个花纹可以选，但是我想说我最近还好，所以因为它而且它本身里面有附这个壳，所以我就没有再额外买那些。首先，来，先来看一下它的壳。哦，它这包装真的是很精简，塞得很好。然后 OK， 这就是它的壳。好，现在来试装看看。它的壳是可以全开的吗？等一下，然后到时候我把它弄坏了。它就是这样子，打开之后开就是稍微有一点空间，然后就请你稍微小心一点的把它塞进去。天哪，感觉我这个暴力分子。这是画面下面带接。哦，垂直塞进去，差点会把它弄坏。那它就有一个它的衣服外壳，基本的那个周边一圈这样，然后正面就会这样，然后背面，然后其他的话，这个是粘贴用的支架，这应该就是可以让你粘在，例如说机车上面或是你的安全帽上面。然后还有上面的锁头快拆座啦，他们都说这个叫快拆座，因为它可以让两边按了之后，有看到吗？噔噔噔噔噔噔，它可以这样快拆，就变成这一个话是搭这个的锁这个，然后加螺丝，收起来，然后就这样。哦，它还有附着这个遮光罩，有看到吗？最后就是最重要的这个电池啊，我又忘了开包装。老是忘了开包装，不专业开箱。噔噔噔噔噔。然后前面这个，哇塞，看起来就非常厉害。然后刚刚就是有这个嘛，这个座嘛，基座，快拆座，那就是吸上去之后，就这样。然后你如果要拆下来的话，就是按压两边，然后就可以拔起来。其实它有一点磁的吸力，所以你感觉上去的时候就啪的一声。
好啦，今天的开箱影片就到这里啦。之后呢，请大家期待我用 Action 4来拍片。那如果你期待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订阅并点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